47、48度，很烫耶。大家好，谢谢你的收看。这一次呢，要带大家去多望溪探险。整个越野的路段呢，其实并不长，大约就4公里左右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，也就这短短的4公里，大约要花上50分钟的车程。这样你大概可以了解这个路段有多么的艰难。这一次的探险呢，真是吃足苦头，因为呢是我第一次来，之前从来没有来过，所以呢在路程上呢也花了比较多的时间，边走呢要边下车看一下前面的路段的路况，所以呢你会发现在有些时候我会车子停下来比较久的时间，或者是这个行进的速度比较慢，非常抱歉。那最惨的是呢，到了终点呢，才发现前镜头的这个摄影机呢没有录影，当时真的快疯了。还好呢，全程呢有空拍机的摄影镜头。那没想到呢，一开始就遇到了非常有挑战性的地形，这个大陡坡。这个坡度呢，可能有将近30度左右，所以呢，其实我花了蛮长时间去找一个适合的下切路线。那各位可以看到呢，其实只有空拍机的角度看得到有下切的路线，在车上是完全看不到路的。这个下坡呢，你在车上看真的是非常的刺激，因为完全看不到路。下这种坡呢，你一定要放慢速度，这样呢可以降低前保杆触地的风险。那在这边呢，要跟新朋友说明一下，大白的影片呢，就是希望透过镜头带给一些不能亲自去探险的朋友，也可以亲身体验整个越野的过程。那影片呢都会标示章节段落，您可以自行跳转想要看的路段。没想到这次的探险呢，在前面就这么的刺激，真的是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之外。虽然之前有做过一些功课，但是呢，从来没有多望溪的这个全程的影片，所以呢，对于路程呢，真的是完全不了解。这也不难想象为什么网络上找不到多望溪全程的影片，因为呢，要在这种困难的地形呢，还要随时的拍摄，真的是太困难了。讲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应该帮我点个赞、订阅，然后打开小铃铛呢？其实，在刚进来就遇到这么有挑战性的路况，我真的是有一点被吓到。其实，在刚刚那个大陡坡，我一度有考虑是不是要打道回府，因为我没有想到，居然前面就这么刺激，加上我从来没有来过，那又是我一个人单攻，万一掉卡的话，可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但是呢，一想到可以透过我的镜头带大家一起去探险，我就决定进去一探究竟。其实没有来过呢，最大的风险就是你不知道这么多条路径里面哪一条是最佳路径，哪一条路是
风险最低、比较安全的路径。所以，如果你是单攻的话呢，遇到比较无法确定的路况，一定呢要下车亲自走上去看一下。若望溪的河床呢，实在非常的辽阔。那其实，在多个地方呢，也发现有很多的岔路。所以呢，在很多地方你会发现我有停顿。那其实呢，就是在观察哪一条路径是比较安全的路径。那各位可能也会发现，其实透过空拍机的镜头，比较没有办法忠实呈现道路艰难的状况。那透过左右两侧的镜头，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地方石头非常的巨大，这个路段呢真的是不容易。那这边呢，就渐渐的开始朝溪床的左边切过去。那在这边呢，边走呢边观察一下前面呢要往哪里走。那像我们这种原厂未改的车呢，越野的能力肯定是不如重度改装的越野车。所以呢，在路线行进上的选择呢，就更显得重要。
又遇到岔路了，这次走右边好了，希望不要选错路。这边慢下来是我怀疑左边的路到底能不能走，因为前面就是树林挡路，所以呢稍微慢下来看一下路况。看起来左边一定会被树枝挡路，所以呢，决定走右边。
右边的河床呢，看起来也是有路，应该也是有人走的，但是左边的路距离会比较短一点，就看你喜欢走哪一边咯。那这边呢，要在越过溪流与右边的道路汇合，在高空上看不太出来，其实这边的坡也是蛮陡的。那因为角度的关系呢，看不到下方有一颗石头，结果呢下去的时候呢就撞到了。好痛啊！所以呢，千万不要偷懒。看不到的路呢，一定要下车下来看一下，因为下方有一颗石头呢，为了避免后方再次触底，所以呢，我只能减慢车速，慢慢通过。如果刚刚是选择从溪流的右岸来行走的话呢，那就会在这边呢跟我们现在的道路汇合。所以呢，你下次来的话呢，也可以试试看走右边的路，可以跟我分享哪一边比较好走哦。那从这里开始呢，路况呢就会越来越困难，进入高度越野的地形。
这里呢是溪谷的地形，道路非常的狭窄。那也因为非常的狭窄呢，每年只要水量丰沛的时候呢，这边的地形呢都会有非常大的改变。各位可以看到左边的溪流的部分，因为长时间的冲刷，所以造成跟右边的溪岸高度落差相当的大。谢谢你的收看，那别忘了要继续收看下集。如果你希望我继续拍摄这样的影片，还请帮我点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喽。谢谢收看，下次见。